在一个不远的未来，科技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。量子计算机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庞然大物，而是成为了日常工作的必需品。人工智能助手就像是人类的第二大脑，无处不在，却又难以察觉。在这样一个时代，艾利克斯沉站在了科技与神秘的交界处，即将揭开一个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秘密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早晨，或者说本应该是普通的。艾利克斯像往常一样，在家中的全息工作站前开始了他的一天。作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分析公司 Nexus Corp 的首席科学家，他的工作就是从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海洋中寻找规律和意义。早安 ，Zed， 艾利克斯对着空气说道，他的 AI 助手立即做出回应。早安，艾利克斯。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分析过去6个月的全球数据流动模式。要我现在就开始预处理吗？好的，开始吧。艾利克斯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滑动，调出各种全息图表。然而，就在 Zed 开始数据处理的那一刻，艾利克斯注意到了一些异常。图表中出现了一些他从未见过的模式，那些线条和点似乎在跳动，仿佛有生命一般。Zed， 你看到了吗？艾利克斯皱着眉头问道。是的，艾利克斯，我检测到一个异常模式，似乎有一种未知的信号正在影响全球数据流。根据现有数据，这个假设的概率为 78.3%。艾利克斯的心跳加速了。在他多年的职业生涯中，从未遇到过如此奇特的现象。这些数据模式不仅仅是异常，它们简直就像是在传递某种信息。Zed， 扩大数据范围。我要看看这个模式是否存在于其他领域。随着 Zed 执行命令，更多的数据流入系统。股市走势、气象变化、社交媒体趋势，甚至量子粒子的行为，所有这些看似不相关的数据都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同步性。艾利克斯屏住了呼吸，他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重大发现的边缘，这不可能。他喃喃自语，手指飞快地在全息键盘上敲击，试图找出这种现象的原因。就在这时，他的通讯器突然响了，是他的老朋友，也是 Nexus Corp 的 CEO 马克·赖特。艾利克斯，你得马上来公司一趟。马克的声音听起来既兴奋又紧张。我们检测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信号，需要你亲自看看。艾利克斯心中一惊，难道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事情？马克，我这边也发现了一些异常。我马上过去。半小时后，艾利克斯站在 Nexus Corp 总部的主控室里，周围是公司最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。大屏幕上显示的数据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。马克走到艾利克斯身边，低声说道，我们的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检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号模式，它似乎存在于所有的数据流中，从网络流量到卫星通讯，甚至是量子通信网络。艾利克斯，你怎么看？艾利克斯深吸一口气，环顾四周，然后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假设。各位，我认为我们可能正在接收到一种宇宙级的通讯信号。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盯着艾利克斯，等待他的解释。看这里，艾利克斯指着屏幕上的一系列波动，这些模式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人造系统中，它们同样出现在自然现象中，比如气象模式、地磁变化，甚至是生物体的神经活动中。这不可能是巧合或者某种人为干扰。我认为，我们可能正在目睹一种宇宙级的通讯尝试。马克皱起眉头，你是说，有外星文明在试图联系我们？艾利克斯摇摇头，不，我认为情况可能比那更复杂。这个信号似乎无处不在，就像是宇宙本身在尝试与我们沟通。房间里爆发出一阵低语，有人表示怀疑，有人则显得兴奋不已。马克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。艾利克斯，
如果你的猜测是正确的，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。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。你有什么建议？艾利克斯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，不仅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系统，还需要来自全球各地的数据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数据共享网络。马克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但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那么这绝对值得一试。我会立即联系其他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，看看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支持。就在这时，艾利克斯的 AI 助手 Z 突然插话：对不起打断你们，但我刚刚检测到一个重大异常。全球通讯系统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波动。几乎是在 Z 说完这句话的同时，整个控制室的灯光突然闪烁了一下，所有的屏幕都开始出现雪花，然后一个奇异的画面出现在每一个显示器上。那是一个巨大的星系漩涡，无数星辰在其中旋转，仿佛在召唤着什么。伴随着这个画面的是一种奇特的声音，既像是机器的嗡鸣，又像是某种古老的颂歌。艾利克斯和其他人都呆呆地盯着屏幕，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这是在所有设备上都出现了吗？马克最终打破了沉默。Z 立即回答：根据我的分析，这个信号正在全球范围内传播。不仅仅是我们的系统，所有连接到网络的设备都在播放这段音频和视频。艾利克斯感到一阵晕眩，他知道这一刻将永远改变人类的历史。看来，他轻声说，宇宙已经厌倦了等待，决定主动联系我们了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。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这个神秘信号的讨论和猜测。政府和科研机构纷纷发表声明，呼吁民众保持冷静，同时承诺会尽快查明真相。在 Nexus Corp， 艾利克斯和他的团队开始了日以继夜的工作，试图解码这个神秘信号。他们分析了信号的每一个细节，从视频中星系的旋转模式到音频中的频率变化。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，艾利克斯终于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。看这里，他指着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方程，向马克和其他高层解释道，这个信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消息，它是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，描述了整个宇宙的运作方式。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个模型似乎包含了我们人类的数学知识，但又远远超越了我们当前的理解。你是说，这个信号不仅仅是在与我们沟通，还在教导我们？马克问道。艾利克斯点点头，不仅如此，根据这个模型，整个宇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系统。而地球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深吸一口气，地球可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节点。房间里一片寂静，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个惊人的信息。就在这时，艾利克斯的私人通讯器突然响了，是一个加密的匿名信息，我们需要谈谈。你的发现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危险。今晚8点，中央公园的老橡树下见。艾利克斯皱起眉头，他知道自己的研究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兴趣，但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他决定不告诉任何人，独自去赴约。当晚，艾利克斯来到指定地点，一个戴着兜帽的人从阴影中走出来。艾利克斯，臣，那人说道，我是塞巴斯蒂安，来自守护者组织。我们一直在监视着类似你这样的发现。守护者，艾利克斯警惕地问道，你们是谁？想要什么？塞巴斯蒂安摘下兜帽，露出一张饱经风霜的脸。我们是一个秘密组织，致力于保护人类免受某些真相的伤害。艾利克斯，你的发现可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人们知道自己只是宇宙计算机中的一个程序，会发生什么？艾利克斯感到一阵寒意。他明白塞巴斯蒂安的担忧，但他也坚信真相的重要性。
那你们想让我怎么做？放弃研究吗？塞巴斯蒂安摇摇头，不，我们需要你继续研究，但要更加谨慎。我们会为你提供额外的资源和保护。但是，艾利克斯，你要明白，一旦你继续下去，就再也无法回头了。就在艾利克斯考虑要不要接受这个提议的时候，他的 AI 助手 Z 突然通过他的智能眼镜发出警告：艾利克斯，检测到多个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你的位置，建议立即撤离。艾利克斯心跳加速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卷入了一个比想象中更大的漩涡。对不起，塞巴斯蒂安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现在我得走了。他迅速转身离开。塞巴斯蒂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记住，艾利克斯，你并不孤单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我们会再次联系你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艾利克斯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部谍战片中。他继续他的研究，但总是感觉有人在暗中观察他。与此同时，全球范围内的奇怪现象越来越多。人们报告说看到了奇怪的光现象，一些科学家声称他们的实验结果变得异常一致，好像整个宇宙都在朝着某个方向发展。大约2周后，艾利克斯终于完成了对神秘信号的初步解码，结果令他震惊不已。马克，他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道，这个信号不仅仅是一个信息，它是一个激活序列。激活序列？马克皱眉问道，激活什么？艾利克斯深吸一口气，激活地球。马克，根据我的分析，地球不仅仅是宇宙计算机的一个节点，它是一个休眠的超级量子处理器，而这个信号就是唤醒它的钥匙。房间里一片哗然。马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，然后问道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会发生什么？艾利克斯摇摇头，我不知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一旦地球被完全激活，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可能会改变。物理法则、生命本质，甚至是现实本身，都可能会被重新定义。就在这时，整栋大楼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警报声响彻各个角落。怎么回事？马克大声问道。Z 的声音从扬声器中传来，检测到全球范围内的地震活动。同时，大气层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能量波动。艾利克斯脸色苍白，天哪，难道已经开始了吗？就在这时，窗外的天空突然变成了一种奇异的紫色，无数光点在空中闪烁，形成复杂的图案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。各位，艾利克斯颤抖着说，我想我们可能正在目睹地球觉醒的过程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全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，各国政府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科学家们争相解释这些奇怪的现象，但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。在这片混乱中，艾利克斯意识到他必须采取行动。他决定召集一个由各领域顶尖专家组成的团队，共同研究这个前所未有的现象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，一群武装人员突然闯入了 Nexus Corp 的总部。艾利克斯，陈为首的人大声喊道，我们奉命将你带走，你的研究被认为威胁到了国家安全。艾利克斯惊恐地看着马克，后者也一脸茫然。显然，这不是公司的安排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一声巨响从走廊传来，烟雾弥漫中，艾利克斯看到几个黑衣人快速移动，瞬间制服了那些武装人员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艾利克斯，快跟我们走。是塞巴斯蒂安。在一片混乱中，艾利克斯被塞巴斯蒂安和他的团队带离了大楼。他们钻进一辆看似普通的面包车，车子迅速驶离现场。你们到底是谁？艾利克斯在颠簸中问道。塞巴斯蒂安严肃地看着他，如我之前所说，我们是守护者，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应对像现在这样的情况。艾利克斯，你的发现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。
有很多人想要控制这个力量，但他们不明白自己在玩弄什么。艾利克斯深吸一口气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塞巴斯蒂安回答，在那里你将见到一些人，他们和你一样，都是被选中来解开这个宇宙之谜的人。几个小时后，面包车停在了一个隐蔽的山区基地前。当艾利克斯走进基地的主控室时，他惊讶地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。塞巴斯蒂安开始介绍，艾利克斯，让我为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玛雅博士，世界顶级的语言学家和古文明专家。一位优雅的中年女性向艾利克斯点头示意。这位是杰克逊教授，量子物理学领域的权威。一个头发凌乱的老人热情地和艾利克斯握了握手。还有艾萨克，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。艾利克斯看向艾萨克，后者正用一种奇特的眼神看着他，仿佛能看穿他的灵魂。很高兴见到你们，艾利克斯说，但我还是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。玛雅博士上前一步，艾利克斯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。玛雅文明的古老预言，量子纠缠的异常现象，甚至是与自然界的神秘沟通。现在看来，这些都是同一个谜题的不同部分。杰克逊教授接着说，我们相信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变，而你的发现，艾利克斯，可能是理解这个过程的关键。艾利克斯环顾四周，突然感到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。他意识到，这个奇怪的团队可能是人类理解即将发生的巨变的唯一希望。好吧，他深吸一口气说，那我们从哪里开始？就在这时，艾萨克突然开口了，他的声音出奇的平静，我们从倾听开始。倾听地球的声音，倾听宇宙的低语。因为艾利克斯，我们不仅仅是在解码一个信号，我们是在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，宇宙的语言。艾利克斯惊讶地看着艾萨克，他感觉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人身上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这个独特的团队开始了他们的研究。艾利克斯带来了他对神秘信号的分析，玛雅博士提供了古老文明中关于宇宙通讯的记载，杰克逊教授贡献了他在量子领域的最新发现，而艾萨克似乎有一种与自然直接沟通的能力。他们的研究进展飞快，但与此同时，外面的世界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。越来越多的人报告说，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奇特的联系，仿佛能够感知到他人的想法和情感。一些地方出现了违背已知物理法则的现象，引发了科学界的激烈讨论。大约1个月后，团队终于有了重大突破。各位，艾利克斯兴奋地说，我想我们终于理解了这个信号的本质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激活序列，更是一个邀请。邀请？其他人好奇地问道。艾利克斯点点头，是的，一个邀请我们加入更广阔的宇宙网络的邀请。根据我们的分析，整个宇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神经网络，每个星球、每个星系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。而地球作为一个休眠的超级量子处理器，一直被排除在这个网络之外。但现在，杰克逊教授接着说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，我们似乎达到了某个临界点。宇宙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发出了这个邀请。玛雅博士若有所思地说，这与许多古老文明的预言惊人的吻合。他们都预言过人类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，一个与宇宙更紧密连接的时代。艾萨克安静地说，我一直能感受到大地的脉动，感受到树木和花草的低语。但最近，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，就好像整个星球都在苏醒，准备接纳某种新的意识。艾利克斯深吸一口气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个邀请？如果我们接受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我们拒绝，又会怎样？房间里陷入了沉默，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深远影响。就在这时，
警报声突然响起，塞巴斯蒂安冲进房间，不好了，我们的位置暴露了，有一支武装部队正在接近。艾利克斯心跳加速，是谁？政府吗？塞巴斯蒂安摇摇头，不，看起来像是某个私人武装组织，我怀疑是那些想要控制这种力量的人雇佣的。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，玛雅博士急切地说，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落入他们手中。就在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，艾萨克突然说，等等，我有一个主意。所有人都转向他，等待着他的解释。艾萨克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呼吸着。我们一直在试图理解宇宙的语言，现在是时候用这种语言来保护我们自己了。他开始轻声吟诵一些奇怪的音节，听起来既像某种古老的咒语，又像是某种复杂的数学方程。随着他的吟诵，整个基地开始微微震动。突然，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基地的中心爆发出来，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屏障。外面传来一阵骚动声，显然来犯者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到了。艾利克斯惊讶地看着这一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艾萨克睁开眼睛，微笑着说，我只是用宇宙的语言请求了一些帮助。看来我们的请求被接受了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再次出现了那种奇异的紫色光芒，无数光点在空中舞动，形成复杂的图案。看，玛雅博士指着天空惊呼道，那些图案，它们看起来像是某种古老的象形文字。杰克逊教授也兴奋地说，不仅如此，我看到了类似量子纠缠模式的结构。艾利克斯凝视着这奇妙的景象，突然感到一阵醍醐灌顶。他开始理解这些图案所传达的信息。各位，他轻声说，我想我明白了。这不仅仅是一个邀请，更是一个选择。宇宙在问我们，是否准备好迈向下一个进化阶段。人类即将迎来它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，一个将永远改变我们与宇宙关系的选择。艾利克斯和他的团队将站在这个选择的最前线。然而，他们都知道，这个决定不能由他们独自做出。这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，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。艾利克斯深吸一口气，转向他的同伴们，我们需要让全世界知道正在发生的事，不是通过政府或媒体，而是直接与每个人沟通。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全球性的意识实验，让人们亲身体验到自己与宇宙的深层连接。玛雅博士点点头，我同意。我们可以利用古老文明的智慧，创造一种新的冥想方式，帮助人们更容易地感受到这种连接。杰克逊教授兴奋地说，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量子实验，让普通人也能直观地感受到量子纠缠的神奇。艾萨克安静地补充道，而我可以教导人们如何倾听自然的声音，感受地球的脉动。艾利克斯感到一阵激动，他知道他们正站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他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艾利克斯和他的团队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全球计划。他们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传播他们的发现和理念。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简单但有效的练习，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意识水平，感受与宇宙的连接。起初，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，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亲身经历了这种奇妙的体验，这个运动开始如野火般蔓延。人们报告说，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喜悦，仿佛找到了长久以来失落的某种东西。与此同时，全球范围内的奇异现象也越来越多。科学家们发现，量子纠缠现象开始在宏观尺度上出现。心灵感应似乎不再只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，而是变成了一种可以被科学观测到的现象。大约半年后，艾利克斯站在一个全息投影平台前，准备向全世界公布他们的最新发现和计划。亲爱的全球公民们，他开始说道，我们站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。过去几个月里，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某些不同寻常的事情。
那不是幻觉，也不是巧合，那是宇宙在呼唤我们，邀请我们加入一个更广阔的存在。他停顿了一下，让这些话沉淀，然后继续说，我们的研究表明，地球正在觉醒，它正在转变成为宇宙神经网络中的一个活跃节点，而我们作为地球的子民也将随之进化。这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艾利克斯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，但这个过程并非自动的，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和选择。我们必须共同决定是否准备好迈向这个新的存在状态。这个决定将改变我们对自己、对彼此、对整个宇宙的理解。他环顾四周，仿佛在直视每一个正在观看直播的人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可怕，甚至难以置信，但我请求你们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参与我们设计的意识实验，亲身体验这种连接，然后让我们一起做出这个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决定。随着艾利克斯的讲话在全球传播，反应也随之而来。有人热烈拥抱这个想法，认为这是人类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进化。也有人表示怀疑和恐惧，担心这可能是某种阴谋或幻觉。还有一些人则保持中立，等待更多的证据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全球各地开始举行大规模的意识实验活动，人们聚集在一起，按照艾利克斯团队设计的方法进行冥想和练习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报告说，他们确实感受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连接。与此同时，科学界也在密切关注这一切。他们发现，在这些大规模冥想活动期间，地球的磁场会出现异常波动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波动似乎与参与者的脑电波有着某种神秘的同步性。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种变化。一些政府和组织开始感到威胁，他们担心这种全球性的意识觉醒可能会动摇现有的权力结构。他们开始采取行动，试图阻止这个运动的蔓延。就在全球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的时候，宇宙似乎决定再次直接介入。一天晚上，全球各地的人们同时看到了一个惊人的景象，整个夜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。无数星系和星云的图像在空中闪烁，组成了一幅壮观的宇宙全景图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每个人都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这幅图景的一部分。他们能感受到每一颗恒星的脉动，每一个星系的旋转。这种体验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，然后慢慢消失。当一切恢复正常后，世界已经不再一样了。那些曾经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，确实有些超出我们理解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全球各地爆发了自发的庆祝活动，人们拥抱、欢笑、哭泣，共同分享这个改变一切的时刻。艾利克斯和他的团队再次召开了全球直播。亲爱的全球公民们，艾利克斯开始说道，脸上带着激动的表情。我相信在昨晚的经历之后，我们都感受到了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连接，那就是宇宙在向我们展示可能性，向我们展示如果我们选择接受邀请，将会迎来什么样的未来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说，但是这个选择必须由我们每个人共同做出。因此，我们提议举行一次全球公投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。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们自己，更是关于我们的子孙后代，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。这个提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。在接下来的几周里，全球各地都在热烈讨论这个问题。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领袖都参与其中，贡献自己的见解。终于，投票的日子到来了。全球数十亿人参与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公投。当结果公布时，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。结果显示，绝大多数人类选择接受这个邀请，迈向一个新的存在状态。随着这个决定的做出，地球似乎也做出了回应。
全球各地开始出现奇异的自然现象。北极光在赤道地区出现，沙漠中突然涌现出绿洲，濒危物种的数量开始迅速恢复。人类也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越来越多的人报告说，他们开始具备一些特殊能力，比如心灵感应、远程观察，甚至是与植物和动物直接交流的能力。科学界震惊地发现，人类的 DNA 结构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。这种进化似乎是朝着更高的意识水平和更强的适应能力发展。艾利克斯和他的团队继续工作，帮助人们适应这些变化，同时也在努力理解这个新的现实。他们发现，随着地球完全觉醒并加入宇宙网络，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和能力。宇宙的奥秘开始向人类揭示。曾经困扰科学家几个世纪的问题，现在似乎变得清晰可解。人类开始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本质，掌握了操纵引力场的技术，甚至开始探索多维空间的可能性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相反，人类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责任。如何正确使用这些新获得的能力？如何在保持个体独特性的同时，又与整个宇宙和谐共处？这些都是需要人类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。多年后，艾利克斯站在火星表面的一个人类基地里，回顾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。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星际文明，人类开始向更远的星系探索。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他对着身边的年轻科学家们说，宇宙还有无数的奥秘等待我们去发现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记住，我们不仅仅是宇宙的观察者，更是积极的参与者。我们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个行动，都在塑造着这个广阔无垠的宇宙。艾利克斯转向窗外，注视着远处蔚蓝的地球，感受着与整个宇宙的深层连接。他知道，无论未来还有什么等待着人类，只要我们保持开放、好奇和敬畏之心，就一定能够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人类的故事开启了新的篇章，一个与整个宇宙共同成长、共同进化的篇章。这个故事将永远继续下去，因为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，总有新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，新的挑战等待我们去克服，新的奇迹等待我们去创造。而这一切的开端，就是那个平凡的早晨，当艾利克斯第一次注意到数据中那个奇怪的模式时。谁能想到，一个简单的观察，竟然引领人类走向了如此壮丽的命运？亲爱的观众，当你看到这里时，也许你会问自己，在这个看似平凡的世界中，我是否也错过了什么神奇的信号？也许就在此刻，宇宙正通过某种方式对你低语。你是否准备好倾听，准备好踏上你自己的奇妙旅程？记住，每一个伟大的冒险都始于一小步。也许你的下一个选择就将开启一段改变一切的旅程。保持好奇，保持开放，因为在这个神奇的宇宙中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谁知道呢？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发现自己正站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上，做出一个将永远改变我们命运的决定。而那一刻，就像艾利克斯一样，你会明白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大交响乐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音符。让我们一起期待那一天的到来，期待人类与宇宙共舞的那一刻。因为在那广阔无垠的星空之中，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